据说有艘船以50公里时速撞上航道标志，结果船直接被切成2半。船真的会被对半切开吗？为了验证这则留言，土豪小分队来到码头，准备购买一艘玩玩，结果发现购买一艘游艇要35万刀。幕后但丁想都没想，直接溜走。于是托瑞忍痛将自己的模型船搬了出来。为了能进行多次模拟撞船测试，托瑞选择使用玻璃纤维材料复制模型船，而格兰制作的是可以将模型船拖向模拟航道标志的装置。他在不断调整遥控设备和滑车，以确保模型船可以和流言快艇一样顺利撞上航道标志。不过实验中水和其他原动力一样会有误差，土豪小分队觉得只要确保物体以特定速度撞向目标就好了，所以实验完全可以在陆地上进行。经过小伙伴们的不断实验，终于得出在接近航道标志时转向，让船与标杆形成30度角，船才有可能会被拉出口子。那么现在在陆地上验证这个留言的实验就要开始了。首先，格兰的脚机将由吊拖车取代，并改装车轮的船拖车，来让船能撞成2半。但最重要的事情是，怎样能让船在最后转向？托瑞认为可以在船前装上转向车轮，用来操控船只，然后在船上安装横杆，并在地上竖立一根柱子，这样就能确保横杆撞上柱子时，车轮转向撞上航道标志。计划定好了后，他们来到了合适的跑道。凯莉和格兰先负责把航道标志调到定位，将它焊接好后，再放一块非常重的钢梁在航道标志后面，再用铁轨塔搭成3脚架支撑柱子，确保船撞上柱子时柱子也屹立不倒。搭建完成，凯莉兴奋地想跳一场钢管舞，而另一边的托瑞呢？他忙着破坏拖车，然后给拖车装上转向车轮。现在他们可以自己控制船的方向了。最后，托瑞将装满水的桶子放到拖车上，这些装满水的桶子相当于引擎的重量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所有人各就各位。杰西也坐上了拖吊车控制船速。实验正式开始，时速慢慢提升，渐渐加快的车速让托瑞他们兴奋地跳起了舞。终于，船只正中目标，航道标志完好无损，而拖车也成功转向了。而船虽然伤亡惨重，但也没有被切成2半。显然50公里的船速并不会让船分成2半，但小伙伴们决定提高速度，看怎样的时速能让船裂成2半。快速修好拖车后，实验继续，将速度提高到80公里后，船依旧没能被劈开，因此时速50公里的船撞上航道标志并不会裂成2半。留言也被破解了。我是但丁，我们下期见。